1987，我回来了。我爸为了你的工作名额求爷爷告奶奶，你怎么就不争气啊？我们家丽丽是棉纺厂正式工，多少干部子弟排队追，你呢？一个待业青年，还挑三拣四，真以为自己是大学生了？你配吗？前世，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，因为一股可笑的清高，丢了一切。这一回，康熙官窑，珐琅彩，800万，就垫在桌角下面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破碗呀？这破烂还是我当年拿来垫桌角的呢。行了，丽丽，走，这碗我直接扔楼下垃圾堆。婶儿您别动气，这碗您要是不要，能不能让给我？我瞅着这当下伟画的怪好看的。你要这破玩意儿，行呀，周夏，你还真是收破烂的命。拿着滚吧，一个收破烂的命。走了。5块钱2瓶汽水，买回一段施舍来的屈辱。从现在起，谁也不欠谁。区一只珐琅彩，不过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大餐还在后头。清代的小碗，您给长长眼。东西是老的，可惜这儿一道冲线，废了。50块，我收了。老狐狸，上来就砍10倍不止。八爷，这釉上彩的料，这画工，这款式，您心里比我清楚。一口价500。周老弟，300，交个朋友。这冲线我还得找人租。350。400，10张价了。500，回来。要真是珐琅彩，这道冲线就太可惜了。这小子不简单。前世这台机器被3000块卖给岛国人，国内追赶了至少20年。这一世，谁也别想动它。干什么的？王厂长，听说厂里有批设备要当废铁处理，你要买废铁？不光买，我全包了，所有旧机器、旧零件我全要，按市场废铁价，每吨再给您加20。小伙子，那可有好几吨啊！你没开玩笑？定金，明天就来拉。这年头，还真有钱多人傻的。周夏，你疯了吗？500块，500块买一吨废铁？姐，钱是我挣的，我知道怎么花。爸妈省吃俭用的钱是给你娶媳妇的，不是给你糟蹋的。李丽那边黄了，你还把家底败光。姐，信我一次，这钱3个月内10倍挣回来。10倍？你做梦吧！爸要知道，能打断你的腿。那让他来打。
找到你了。周夏，爸来了，快出来！ 500块，是你花的？是。你拿什么钱？上哪儿挣的500块？是不是偷的？是不是抢的？建国，让娃把话说完。钱是我卖了一只碗挣的，潘家园的黑八500整，有收据。就算是你挣的，买工作、盖房子、娶媳妇儿哪样不行？非买这堆破铜烂铁？你知道外头怎么说吗？说周家出了个败家子。爸，您过来，听这儿。这边实心的，这边空心的。苏联福建那批老师傅有习惯，在机器隐蔽处留暗格，存技术资料。我敲了一圈，就这块不对。打开看看。这是苏联重型机械工业部的专用章，50年代才用过。这是什么 ？EK62型精密车床全套制造图纸，包括主轴箱结构、导轨扎卸工艺、齿轮箱传动比，还有苏联军工级精密加工的技术标准。这些值多少钱？无价，但不能卖。那你交上去，通过正规渠道交给国家。交，必须交。这东西留手里是货，交上去才是保全家的路。夏娃儿做得对。图纸的事儿我帮你联系街道，其他的你自己折腾。挣不到钱，别回家哭。5、6年，我在红星厂当学徒，见过这台机器，苏联专家亲手装的，大鼻子蓝眼睛，拍着机子说：“这是给华国同志的礼物，你们要好好用它。”后来专家撤了，这机器成了厂里的宝贝疙瘩，谁都以能操作它为荣。没想到最后成了废铁，没人要了。没想到最后是你这娃子把它从垃圾堆里扒了出来。50块，我攒的。50块，我攒的，你先用着。你要是能把它修好，让它重新转起来，这钱就花的比我一辈子攒的都值。收破烂喽！旧报纸、旧铜烂铁、旧瓶子，收破烂！年纪轻轻不上班，你就是红星街周建国的儿子，花500块买了一厂子废铁那个？是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踏踏实实找工作，净整些有的没的。他爹的脸往哪儿搁？哟，小周，听说你跟丽丽分了？分了。丽丽他妈到处说你没出息呢，说你5块钱买她家破碗，现在又收破烂，高中毕业的人干什么不好？刘婶说的对，我就是收破烂的命。大娘，
收废品的。来的正好，这些东西能收的都收了。大娘，这铁皮盒里是什么？他爹留的破烂邮票，攒了一辈子，有什么用？人都没了。能翻翻不？你翻吧，反正是废纸。大娘，这些邮票连带盒子、旧杂志、收音机，一共给您10块钱。10块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10块钱230，但不急。有些东西放着不动，就是最好的投资。没人知道，这辆板车上装过的东西，已经抵得上这座城市半条街的房价。而这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碗卖了才几天，又搞到什么了？不是古董，您给长长眼。花花纸的生意我不碰。哪儿来的？收破烂收来的。行情你心里有数没？奔马小型犯31张，科学大会全套15，山茶花25。这老狐狸又在掂量我的底。你报的价高了，大包82、110、90、100、95，再磨没意思。成交。周老弟，等等，有个事儿跟你透个底。港岛那边有个大买家要来内地扫货，姓霍，做实业的，盘子很大，瓷器、铜器、玉器，来者不拒。霍震霆，前世那个名字，多少国宝经他的手流到海外，再没回来过。八爷替他干什么？行情要变了，港商一来，好东西价格往上窜，手里有硬货，先别急着出。哎，还有个事儿。东城红旗路往东，槐花巷巷子尽头住着个老头，以前搞学问的，家里堆满旧书字画，没人敢碰，说不定有好东西，但那种人沾上了麻烦。陈其北，一位行事极低调的古籍藏家，手上有批东西，据说是当年罕见的善本，现在他在槐花巷里一个人熬着。知道了，谢八爷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？烫，39度往上，至少烧了2、3天。70岁，独居，再烧下去就是器官衰竭。先生，点水。你谁？收废品的，路过听见您咳嗽，进来看看。不用，走。您烧了多久了？2天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70岁的人烧成这样，扛什么？我送您去医院。医院去不得。没单位介绍信，去了也没人搭理。先把水喝了。背您去医院，介绍信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轻得像一把枯柴。
老天爷，这谁家孩子胆子也忒大了。姓名？陈继北。单位？问你呢，单位？没有单位。没单位怎么挂号？急诊，高烧2天，快40度。急诊也要单位介绍信？人快死了。挂号费5毛。你还在？药没打完。多少钱？不多。你走，20多年了，谁跟我来往谁倒霉。你走，就当今天这事儿没发生过。您的青霉素还没打完，现在拔了，过敏反应会死人。你不怕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见过您以后的样子。什么意思？陈老师，有些人天生该站在高处，不管现在被压在哪儿，迟早会回来。20多年了，没人说我不一般，都说我是牛鬼蛇神，那是他们眼瞎。周夏，你今天到底为什么？我来之前想的是捡完漏就走，但看见您一个人躺着，药没吃，水也没喝，我想起我爷爷，他也是一个人，也是生病了没人管。等我赶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周夏，你帮了我，我没什么能给你的，但有样东西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方砚坛是我父亲留下的，他说要交给懂他的人。宋代端溪老坑抄手砚，历史包浆800至900年，当前价值3000至5000元，潜在价值超过800万元。砚被铭文为明代文追明真迹，单独估价超200万。砚和清代苏州公估价15万。800万，全部加起来1000万往上。陈老师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20多年了，没人懂，现在有你了。行，那我先帮您收着。把身体养好，陈老师。那些书和字画，我会来收，按市价。1000万的端砚，够动心了，但比这更值钱的，是陈继北这个人。杨守成，8级钳工，能修苏联车床的人，该去找了。东郊问了一路，没人知道杨守成。找到了，老师傅，修车。这条链条用不了了。我知道。那你抹它干什么？
手痒。老师傅，听说您以前是第一机床厂的8级钳工，一个姓陈的朋友告诉我的，陈继北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前天刚认识，他病了，我送他去了卫生院。他现在怎么样？烧退了，还在养着。想请您帮个忙。不帮。我有一台车床，苏联的 EK62。你说什么 ？EK62，苏联产的精密万能车床，60年代的，坏了，想请您看看。哪儿来的五金厂拆迁，设备当废铁处理，我买下来的。你知道 EK62是什么东西？知道。你知道这东西全国还剩几台？不超过10台。你一个收废品的，怎么知道这些？陈老师告诉我的。1K62，20多年没见过了。您以前修过？不是修过，是跟苏联专家一起装过。1962年，第一批1K62运到第1机场厂，我跟着伊凡诺夫师傅学了3个月。把那台车床从零件装成整机，后来伊凡诺夫回国了，再后来厂子合并，那台车床不知道搬哪儿去了。我退了休，就再也没见过。现在他在我那儿。你真有1K62？真有。带我去看看。不急，您得先答应我，看完了告诉我能不能修，能修您帮我修，不能修帮我想办法。你找我帮忙还跟我谈条件？不是条件，是规矩。收废品也得讲规矩。行，带路。这台车床保存得很好，能修吗？底座里有个夹层，你打开过？打开过。里面是什么？杨叔，图纸，原厂全套制造图纸，还有勾工级精密加工的技术标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伊凡诺夫师傅画的。您认识？他的笔记，他画图有个习惯，尺寸数据后面会画一个小圆圈，别人没有。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在底座里？猜的。你不是猜的。那是什么？你早就知道。这台车床我能修。多久？3个月。有些零件得重新做。周夏。修好了，你打算干什么？先自己用，等以后有机会捐给国家。你小子说话跟陈继北一个德行。25年了，这台机器在黑暗里躺了25年，这一世，它得重新动起来。修复方案，零件清单在第2页。材料费需要多少？先拿50块，不够再加。行，开工。
这把剪刀多少钱？5块。缺了口的东西不值钱。3块。1块。2块。1块5。你这小子砍价够狠的。1块5，行就行，不行我走了。行，1块5就1块5。1块5，8万块的东西。周夏，等你半天了，霍先生到了。前天到的，带了4个人，住在京城饭店，已经开始扫货了。扫了什么？古玩、字画、瓷器，出手很阔。潘家园几个大摊主都被他拿下了。你不去看看？你手里那方端砚还有猴票，随便拿一样出去，他都得抢。趁早出手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你收了多少好处？什么好处？霍先生让你来传话，给了你多少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平时不主动找我，今天专门跑一趟，肯定有好处。50块，他给我50块，让我把你手里的东西报上去。报了什么？端砚、猴票，还有那套奔马小星斑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不想出手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东西不是用来卖的。杨师傅，您听说过港岛来的霍先生吗？哪个霍先生？做大生意的，来内地收古董。听说过，以前在厂里就听过。港商来内地扫货，出手很大。怎么找上你了？找上了，他也盯上车床了。杨师傅，您觉得有些东西应该留在哪？当年伊凡诺夫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：这些机器是留给华国人的。那他就留在华国人手里。你小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，一根筋。周夏，霍先生想见你，明天京城饭店3楼贵宾厅。行，我去。你就是周夏？是我。坐。听说你手里有几件好东西，端砚，宋代端溪老坑的，还有一版 T46猴票。消息挺灵通。做这行的，消息不灵通不行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出手？没兴趣。价格好商量，你开个价。不是价格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这些东西应该留在内地。你一个收废品的，管得挺宽。收废品的也是华国人。我来内地不只是为了古玩，工业设备我也感兴趣。比如车床，听说你手里有一台苏联的 EK62，5000，不卖。1万，不卖。 2万，不卖。 2万块，够你收一辈子废品了。霍先生，那台车床值多少钱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2万块买不走。还有一件事，那些图纸也在车床里，原厂制造图纸，勾工级精密加工的技术标准。这些东西不会落到任何人手里，不管是你还是别人。查一下这个人周夏，收废品的，查清楚他所有的底细。去见那个港商了？谁说的？不用谁说，你回来脸上带着劲儿。不卖，车床不卖，图纸不卖，端砚不卖，什么都不卖。行。这个老头比黑八靠谱，不到50块。杨师傅的材料费、陈老的药钱、厂里的月租，远远不够。收废品的，是，这些都处理，都处理。领导说了，这礼拜必须清干净。报纸3分，书本2分。
同的纸，石涛，清初四僧，30年后的拍卖会上起拍价至少8位数，而现在他被塞在废纸箱底下，等着被打成纸浆。不能急，不能只拿这一卷。师傅，这些旧纸我都要了，6箱连那些破画什么的，一共给您5块钱。5块，行，你自己搬。主轴问题找到了，前轴承座磨掉了0.15毫米，能修？能，但得用巴氏合金。哪儿有？东郊机械厂仓库里肯定有，但你没有介绍信。明天去找陈老想办法。红星街道五金厂已废弃，目前由周姓青年承租，库房内有大型机械设备若干。又破费，不值几个钱。陈老，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。你说，巴氏合金，杨师傅修车床需要一小块，我买不到。东郊机械厂的仓库主任姓马，叫马德全。以前我搞工业遗产普查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。你带2条烟去，别带好的，带丰收就行。太好了，他反而不敢收。跟老马说你是我的晚辈，在学机械修复。多谢陈老。还有件事，县图书馆在处理一批旧书。什么旧书？前些年封存的毒草、古籍、线装书，民国出版户锁了10几年，没人管。这2天要当废纸处理掉。现在就去。别太急，馆长老刘有点酸，说话客气点。冀北这个人20年没联系我了，一联系就让我帮忙。你要那批书？听说您要处理掉，我想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的。那些书在地下室放了10几年，发霉生虫，上面说处理就处理，我一个小馆长留得住什么？刘馆长，我不白拿，按废纸价我全收，不管里面有什么，按斤给钱。你一个收废品的，要旧书干什么？看，陈老说里面可能有古籍善赔，就算没有，扔了可惜。你跟我来。鉴宝神眼启动。李叔同的亲笔信札，12送，12送，都是旧书，发霉挺厉害。8个箱子大概200来斤，我给您4块钱整数，行吧？总比送造纸厂强。 2天9块钱。石涛山水长卷庚辰本石头记红衣法师信镯明代营造法池，总价值超过200万，遍地金矿，但金矿现在不能变现，我需要的是能立刻换成钱的东西。20出头，瘦高个，头发抹了发蜡，夹克是港岛那边的款式，化纤面料，金属拉链，本地小青年穿不起这种。霍震霆的人。收破烂嘞！旧报纸、废铜烂铁。跟踪水平太糙，一个人跟一个人，窄巷子里跟，说明霍震霆还没把我当对手。只是好奇一个收废品的凭什么敢拒绝2万块？陈老让你来拿合金。是，杨守成杨师傅在修一台EK62，需要一小块。杨守成，当然认识。58年在我们厂干过2年，8级钳工，手艺1等1。你一个收废品的，怎么会有EK62？收来的，一个街道五金厂关门，设备当废铁处理。那个厂的人是真不识货。不要钱。冀北的面子，这点东西给得起。谢谢马主任。有个条件，那台车床修好了，让我看一眼。行。C620，50年代洋神第1机床厂出品。B665牛头刨厂
按废铁价处理，一台也就几十块钱。这些不是废铁。那个人，一个推板车的，他叫周夏，去查一下他跟东郊机械厂是什么关系。成色不错，明天开始浇轴瓦，手工刮盐，少说4、5天。啊，你慢慢弄。周晴的车坏了，他不上班不找工作，天天推着个破板车在外面捡破烂。爸，管管。你还知道回来？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去厂里求了3次，第1次名额满了，第2次我找车间主任帮忙，第3次，赵科长当着30多个人的面跟我说，你弟弟连收破烂都比进我们厂强，我们庙小容不下这尊大佛。全场都在传，说周家出了个收破烂的。李丽在车间里跟人说，幸亏跟你分了手，不然这辈子就毁了。说你这种人，就该一辈子蹲在废品堆里，跟那些木头烂铁过日子。姐，招工表撕了吧，我不去棉纺厂。我不去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爸妈养你22年，你就这么报答他们？收破烂，你能收一辈子破烂？能。爸，你听见了？他说能，他说他能收一辈子破烂。瞎子，你那些东西到底值不值钱？爸，给我1个月，1个月以后，我不光能养活自己，我能养活这个家。靠收破烂养活一个家，你当破烂是金子做的？随你，以后别说我这个姐姐没帮过你。1个月，用结果说话。小伙子，昨天你走以后，我翻了翻那几个箱子，有几本书，62年入库的时候有登记。你知道那些书是什么吗？我不太懂古籍，但旧书不该被送去打纸浆，留着总比毁了强。你说的对。地下室最里面还有一个铁柜子，当年封存的字画，你一并搬走，不要钱了。那些东西好好留着。品名《秋山访友图》，作者王尊，潜在价值40万到55万元。口袋里不到30块钱，守着一屋子无价之宝，活得像个穷光蛋。整版猴票，30年后能过100万，但我现在需要钱。石美，撑2个星期，2个星期之内想别的办法。猴票品相不错，4块1枚，5块，4块5，行行行，5块就5块。你这人从来不让人赚舒服钱。对了，霍先生那边最近有动静，他让人在城里四处打听谁手里有苏联旧设备。不光你那台1K62，什么苏联老机器他都要。还有，他盯上了东郊机械厂，
那边要处理一批报废设备，他已经安排人去接触了。如果霍振条拿下那批设备，不，那些机器不是废铁。没事儿。50块，要跟霍振廷抢东郊的设备，远远不够，不能再慢闷悠收废品了。通县旧货市场，每月逢5逢10开集，方圆100里的旧货贩子都往那儿涌。下一个开集日3天后。姐，你今天去通县？你怎么知道？爸说的。昨晚你跟爸说今天要去通县赶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。我没再问你。请了1天假。扣2块钱，你不让我去，这2块你赔我。钱是我穷到揭不开锅，姐每月从工资里抽15块寄给我，从来不说。带水了吗？带了，4个馒头，2个咸鸭蛋。走吧。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那些破烂儿到底干什么用的？你觉得什么是破烂儿？没用的东西呗，旧报纸、破铁锅、烂家具。如果有些旧报纸比新报纸值钱1万倍呢？吹吧你！1978年第1期《人民日报》，现在能卖的价比你1个月工资多。一张旧报纸，你当我傻？过几年你就知道了。李玲的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什么事儿？他在厂里到处说你闲话，说你这辈子没出息，活该收破烂，还说他跟供销社的孙科长处对象了，孙科长开小汽车接他上下班。哦，你就不生气？他那么说你，姐，李丽什么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他觉得孙科长好，就跟孙科长过，跟我没关系。以前的周夏提到李丽就脸红，被甩以后在家躺了半个月，饭都吃不下。现在这个人不像2岁的待业青年，倒像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。到了，跟紧我，别走散。仿品，民国后期。普通寿山石，雕工粗糙。现代仿品。看什么呢？都是破铜烂铁。还看什么看呀？品名：和田墨玉籽料，品质1级，重量约420克，潜在价值18万到15万0千元。老板，这锁多少钱？5块。贵了。这石头呢？那破石头随便拿，不要钱。不白拿。
这样吧，铜锁3块钱，石头算1块，一共4块，行不行？行。4块钱，1块和田墨玉籽料，20万。品名：宣德3年铜鎏金狮耳圈足狼，年代：明宣德，潜在价值12万元到15万元。宣德炉，宣德3年，真品。大妈，铜钱怎么卖？1毛1个。3个2毛行不行？不行。这破炉子缺条腿，还能用吗？搁家里占地方，你要就2块钱拿走。2块太贵了，铜绿锈成这样。这样，铜钱3个2毛，炉子1块5，凑整给您2块。行。你买这些破铜烂铁干什么？回去擦擦，能用。缺条腿的炉子拿来烧香还是烧纸？苏联产，1956年。至少7、8件苏联和东欧的精密工具，50年代援华时期的，凑在一起少说5、6千。老板，棚子底下那些麻袋谁家的？我的。三河那边拆了的厂子收来的废铁。多少钱？1毛2一斤，300斤36块，先付一半，后天来拉。行。初夏，你今天花了多少？27块5。值吗？姐，干嘛？这一袋东西比你10年工资多。你疯了吧？一堆破铜烂铁比我10年、 20年。这块石头，你猜值多少？1块钱？20万。和田墨玉1级籽料420克，现在没几个人认识。10年后、20年后，全华国有钱人一块抢着买。那个破炉子呢？宣德炉，明朝的，10几万。木头桶子呢？黄花梨笔筒，4、5万。走吧，回去还有事儿。怎么了？我跑了3趟棉纺厂人事科，第3趟，赵科长把招工表扔我脸上。他说：“你弟弟收破烂都比进厂强。”他说对了。走，回去你把那些东西放好，弄丢一样我跟你拼命。1500，手里只有35块，差40倍。不动猴票，70枚整板的价值是单枚的几十倍，越拆越亏。黑八能给多少？笔挺30、40，老墨10块8块，不够，得硬谈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做买卖。金陵曹氏的东西，你运气是真好。3样加一起50。60。你他妈等等，你到底要多少？铁剪30，笔筒100，老墨20，150，少1分我找别人。你抢钱呢？一个宝筒100，这是87年海南黄花梨笔筒，品相这么好的，全北京有几个？100，只有100。那老墨我拿走，110，多1分没有了。成交。等一下，霍先生昨天去了东郊。东郊机械厂？不确定去的哪儿，但他的人跟我打听过，谁认识东郊机械厂管设备处理的人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不认识，我确实不认识。但你认识马德全，仓库主任，不是我打听的，是霍先生的人打听的。你上次从东郊出来被他的车看见了，他已经在查你跟东郊的关系，你最好想清楚，那几台报废设备霍先生志在必得，你要跟他抢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抢了？黑八，啊，这次的消息，你收了霍先生多少钱？没收，这次是我自己跟你说的。你那台 EK62杨师傅在修，我知道有些东西不该被带到港岛去。口袋里110加之前的35、145，离1500还差10倍，但时间不等人，霍震霆已经动了。哟，小周，上次都没收你，上次是上次，有件事想打听。厂里那批报废设备，2台 C620，一台 B665，一台 M131，什么时候处理？你怎么知道？上次来看到公告栏了，贴了半个月，还没人问过。按废铁价处理，厂长批了的。马主任，这些设备进厂的时候您在吗？在。C620是62年从洋省调配来的 ，B665更早，58年的 ，M131是65年的。进厂那天我还帮着卸的车。那您觉得该当废铁卖？我跟您说实话，我不是想买废铁，是想买这些机器，买了修，跟杨师傅修1K62一样，修好了能用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找供销科老纪。老马，这是我朋友小周，收废品的，问一下报废设备的事儿。你也要买？1吨120，加拆卸搬运费每台20，4台1400整。前2天有人来问过，是有人来过，他们出的比1400高，我出1600。不是价钱的事儿，对方是正规贸易公司，能开增值税发票。你一个收废品的，能开票吗？陈继北，这是谁？原文化部副部长。1600，先付500定金，设备这周内拉走，尾款当场结清。厂长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下午。手里145，后天交定金要500，缺口355。不动，一张整板，30年后值100多万。清末无名花鸟，
潜在价值2、3千，但在这个年代，能出手100多。看看，出2样东西，品相一般，2本一起，15块30、 ，20、 25。行。没有售款，不好定价，80。这画的设色是渭南田一路的，功力在这里，150。125，最多了。成交。145加25加125，295，还差205。帆布袋空了，能快速变现的东西出完了。明天厂长回来，后天交定金，交不出500，这事儿就黄了。霍震霆的人不会等。小周，陈老，身体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今天不收废品？今天有件事，东郊机械厂有4台报废的苏联设备，霍震霆的人已经在接触供销科。厂长明天回来，我后天得去交500块定金，手里只有295。你来找我借钱？我手里有东西，但在这个市场上卖不出合理的价，我不想贱卖。好东西，胡开文的松烟墨，光绪年款。你不是来卖墨的？不是，你是来找我想办法的。小周，你上次跟我说以后想成立个公司，专门回收修复这些旧设备。对，那你现在缺的不是200块钱，你缺的是一条正规的路。田守义，62年我去东郊机械厂做过一次工业遗产普查，他当时是车间主任。200块钱的事儿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但这封信能帮你把路走正，别卖那些不该卖的东西。陈老，谢了。那4台机器，你比任何人都配拿到。陈老的信能帮我把路走正，但205块的缺口还在。通县那批寄存的废铁，上次只挑了7件工具，剩下的还有200多斤没细翻。明天一早找杨师傅，把那6件苏联工具出了，再去通县翻一遍那堆废铁里，说不定还有能用的东西。列宁格勒光学仪器厂的，60年以前的货。这些工具，您认识的老师傅里面有没有人要？你要卖？急用钱，后天之前要凑够500块。水平仪留下，不卖。我修1K62需要它，厂里的精度不够，这只够。行，剩下5件。我明天带你去找老赵，他要是全收，230到250之间。230加295，够了，刚好够500定金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
123块7毛。姐，你别说话。你说那块石头值20万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你说的时候，眼睛没有骗人。你要是真能干成，就拿去用；要是干不成，就当我扔水里了。姐，1个月，给我1个月。你跟爸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棉纺厂女工，1个月42块，扣掉吃喝、交通给家里的，3年，攒了3年。老赵。 灵位准，这么多年了，灵位还准，哪儿来的？通县旧货市场一个拆了的厂子废料堆里翻出来的。这么年轻，懂这些？不算懂，但知道好东西不该埋在废铁堆里。卡尺2把，列宁格拉光学仪器厂50年代中期，市面上找不到这个成色。千分起铜厂，灵位准。 能留到现在不跑灵位的，我只见过2把，一把在我那屋里，套孔扳手，东德蔡司钢，全套少了1件10号，但剩下的没有1件崩口。这6件东西，5年前要是在国营厂的工具库里，谁敢当废铁卖？厂长能把他腿打断。250，赵师傅，您给的数是公道数，但我有件事得跟您说清楚。说，东郊机械厂有一批报废的苏联设备。 2台 C620，一台 B665，一台 M131，我想把它们买下来，修好自己用。谁给你修？杨师傅。有个条件，以后你再淘到同厂的东西，无论品相，先紧着我。行。C620的主轴箱出厂时，苏联人在箱盖内侧刻了编号。 能对上编号的，说明没换过芯子。记住了。你就是要卖批报废设备的？对。1600。之前有个贸易公司的人来过，港岛来的，他们出1400，能开增值税发票。你出1600，开不了发票。你有什么理由让我不卖给他们？ 这笔字，陈义北，62年，他带着4个人在我们厂住了11天，每台设备都摸了一遍，登记编号、拍照片、量尺寸。后来他出事了。 检举信就是从我们厂寄出去的，25年了。你自己看。先交500定金，剩下1100，1周之内结清。行。 那个港岛的贸易公司上周来过2次了，我一直没签，不是因为你出价高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外面的人把我们厂的东西当废铁拉走、拆了、熔了，连个影儿都不剩。田厂长，机器修好了，一定请您看。还有件事儿，上周那2个人今天早上又打了电话。 说想再加200，协议签了，收据开了，田厂长不是那种人。
500块换来的，赵凤洲的250，姐姐的123块7，剩下的是1块2块从废品堆里刨出来的，还差1100，7天。这同色，这分量，6斤。哪儿来的？通县旧货市场，一个老太太的摊子上。多少钱买的？2块。2块钱。我这只是轻纺，道光年的，同色偏亮，鎏金薄。你这只同色沉，鎏金厚，狮耳的开脸是明代的路子，圈组的收口，轻纺的刀痕，只是你看明代的刀痕有弧度，手工一刀一刀旋出来的。你这只是真的。赵师傅，这只炉子您要吗？你要卖？急用钱，缺了一族，能配，配一族就不值原来的价。我知道。我给你出个数，你别嫌低。您说600，赵师傅700。我不是有钱人，上次给你250，已经把小半年的养老钱花了。600是极限，而且你心里清楚，这只炉子在这个年头，600块已经是天价。你拿到潘家园去卖，200块都不一定有人接。600，成交。我数过了，600整。赵师傅，我答应您的事儿不变，以后淘到苏联工具先紧着您。这只炉子我替你养着，哪天你发达了想赎回去，原价。走吧，你不是急用钱吗？又来了。出一样东西，轻翻课本营造法式卷3，只有1卷。只有1卷，但刻工精细，纸张完好。搞古建的学者和大学老师才买这种东西。您比我认识的人多。你想要多少？300。太高了，单卷。250。200。220，最低了。你真急用钱？急。220，行。这几枚搭给您，不算钱，留着玩。768块7加220，988块7，差111块3。收废品2、3天能凑出来，但这2、3天，霍震霆的人如果再去东郊，不能等。五金厂那批废铁里还混着铜件，门把手、铜铰链、铜管子头，按杂铜6毛1斤算，够了，刚好够。差111块3，每一分钱都从废品堆里刨出来。小周，这次来真的啊！上秤，117斤，杂铜6毛1斤，70块2毛。赵凤屋的600，灯市口的220，收废品和卖铜块的零碎，姐姐的123块7，1116，尾款1100，多出来16块。从重生到现在23天，5块钱和2瓶北冰洋汽水起步，每一分钱都从废品堆里刨出来的。给你的。哪儿来的？我跟厂里几个姐妹借的。姐，你别废话，你尾款凑够了没有？凑够了。凑够了。今天刚凑齐，1116，你拿回去还给人家。借别人的钱要付人情，这个人情不该你来背。明天你去东郊，我跟你去。不用，你一个人扛着1000多块钱骑自行车，路上出了怎么办？行。第7天，帆布包里是1100块钱。尾款的最后一天，
第7天。第7天。数目对，设备从今天起归你，拉走的日期你自己定。谢谢田厂长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您说。前天那个港岛的贸易公司又来了，出价2200。2200，比我的1600多了600块。霍震霆比我想的更急，这4台机器的真实价值远不止2200。我没见，让老纪挡回去了。签了协议就是签了。东郊机械厂不是菜市场。田厂长，车床修好了，我一定请您来看。去吧。0.02毫米。0.03。0.015。33年，这台车床从苏联专家手里出来，在华国工人手下运转了10几年，然后被扔进仓库，被盖上帆布，被当成废铁。现在它又转起来了。16块钱，5台苏联设备，一柜子卖不出价的国宝，还有一个港岛商人在暗处盯着我。太早了。国产铸铁直齿轮，苜蓿3，齿数42，70年代产，齿面磨损轻微，作为工业配件，当前市场价8到12块。这些东西对五金厂是废铁，但对正在运转的国营厂是配件，是随时能坏，坏了就要停产，停产就要扣奖金的配件。国营厂要采购、打报告、层层审批等拨款，快的2个月，慢的半年。不卖废铁，卖配件，直接找车间主任。一宿没睡，卖配件。库房那批齿轮和轴套67件，全是能用的。母里3的直齿轮这种规格，东郊机械厂的车间里就在用。我知道。你这脑子，不是灰色夹克，也不是霍震霆，蓝灰色中山装，领口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。港岛人不系领口，这人是干部，或者曾经是干部。刘主任。这谁？收废品的，叫周夏。上回买咱厂那4台报废设备的就是他。收废品的来我车间干什么？魔律3，指数42，6个。我车间不从个体户手里买东西。上个月3车间齐床停了4天，等省里调一个齿轮，4天的产量扣多少奖金？你怎么知道的？67件，规格全在上面。您验货对不对上您车间的设备，一看便知。哪儿产的？70年代国产件，齿面磨损轻微，迷滤精度在度差范围内。你干什么的？收废品的。收废品的看得懂迷滤和度差？这小子是杨守成杨师傅带的。8级钳工杨守成，就他一个。齿轮多少钱一个？10块。贵了。省里调货18块5等40天，我送货上门，现货交割，拿回去往机器上一装就能赚。8块、 9块，6个齿轮54，8个轴套每个6块，共48，凑个整100。你来之前算好了？算好了。模脂3.005，误差允许范围，轴套内径44.98，外径65.02，能用。100整，你点。刘主任，后天我把模脂4的齿轮和 UCP 205轴长座送来。你找我？赵主任，我叫周夏，听说你们2车间的织机缺皮带轮。谁告诉你的？上面写着呢。你有皮带轮？直径200，单槽，铸铁，3个。规格对得上。多少钱？15块一个，3个45。省里调拨价多少你知道吗？23块5。14，3个42。我再搭您2个铸铁垫片，白送。
行。吃了没？没。棉纺厂的事儿有消息了，说下月10号处理报废设备，4台纺织机，2台锅炉，1批旧管件，按废铁价走。谁负责签字？分管后勤的副厂长老魏，抠，出了名的抠，但不贪。不贪的人最好谈。下月10号还有12天，够了。你手里有多少钱了？158。后天还有32进账。棉纺厂那批设备废铁价至少得700-800，到时候会有的。500万是冻着的，纸面上的数，在1987年的县城里，他买不了一台 C620的齿轮。158块是活的，它能变成配件，配件能变成更多的158块。来了个人，找你的。您就是周夏周先生吧？毕姓方，方兆年。霍先生让我来拜访周先生。霍先生的事儿上次已经谈过了，上次的事儿霍先生也觉得操之过迟，这次是来重新表达诚意的。周先生这里的设备比上次多了不少，霍先生对周先生的魄力非常佩服。1个之内从500块起步拿下5台苏联设备，又好了一台 EK62，22岁，了不起。他连我起步的500块都查清楚了。说重点，霍先生愿意以25000港元的价格收购您这里所有5台设备，一次性付清，外汇券结算。上次2万买1台我没卖，这次5台开2万5，每台均价5000。知道我东郊那4台只花了1600，故意压价不卖。周先生不妨考虑一下，25000港币在1987年。听不懂华国话。周先生，霍先生让我转达一句话：您这些设备在这间厂房里只是几吨废铁，到了港岛，它们能发挥真正的价值。与其放在这里生锈，不如1K62，苏联1954产，杨守成师傅修复，主轴跳动量0.015毫米，原厂标准。你说这是废铁？周先生，霍先生不仅对设备感兴趣，他听说您手里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古玩、字画、邮票，据说品质不低。没有，价格可以再谈。没有价格。霍先生让我再转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市场很大，容得下2个人做生意，但如果有人非要把所有好东西都攥在手里，市场就会变小。你跟他说，这些东西是华国人的，不需要市场。我会如实转达。老杨，他来之前跟你说什么了？问了3个问题：第一，这些设备修好能卖多少钱？第二，你手里还有什么东西？第三，你跟陈继北是什么关系？308，跟灰色夹克笔记本上贴的房卡同一个房间号。去哪儿？槐花巷。环亚贸易。霍震霆在北京注册的皮包公司，法人不是他，是他手下的人。他问了我和你的关系。这说明他已经调查过了。他不是来买你东西的，他是来摸你底的。出价2万5，他知道你不会卖，来之前就知道。那他来干什么？看你的反应，看你库房里有什么，看你身边有谁，看你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他动真格的。那不是在看废铁，那是在清点资产。霍震霆来了第2趟，说明他已经把你列上名单了。第1趟是试探，第2趟是正式评估，第3趟不是出手，是绕开你。他不需要跟你争，你手里的东西他想买买不了，他就去买别的。这个国家正在处理的报废设备，正在流失的老物件，远不止你一个五金厂里那几台。他有钱有渠道有人脉，他可以从你手边擦过去，把你没来得及够到的东西全部卷走，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守着5台旧机器的收废品的。
他变成了在港岛和海外市场上定价的人。你缺的不是东西，你缺的是身份。个体户收废品能收一辈子，但个体户买不了沟工厂的报废设备，进不了保密单位的仓库，拿不到有色金属的批量采购权。我想过去注册一个正式的回收公司，有营业执照，有对公账户，能开发票。87年的政策允许，去年的文件我看过。城镇个体工商户允许布工经营，领取营业执照后依法纳税。回收行业需要特许资质？不需要，一般废旧物资回收在县级工商局就能办，你不碰有色金属专营和文物就行。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夏季回收。你就不能起个像样的名字？先把事儿办成，名字以后再改。这是给县工商局老郑的便条，郑宝华拿着这个去找他，手续会快一些。但有一条，您说，注册公司之后，你那批东西图纸、字画、猴票一样都不能混在公司账上，明面是明面，暗面是暗面，明暗不能交叉。38天，5块钱和2瓶北冰洋起家，现在484块4的现金，5台苏联设备，1本营业执照，1柜子值500万的收藏。纸面上的500万，石涛长卷值160万，现在出手能卖500块。猴票整版30年后值100多万，现在拆点卖5块1枚。这些东西是种子，种子不是拿来吃的，是拿来等的。手里484，还差300多，12天，通县。拆船。方兆年那句话，如果有人非要把所有好东西都攥在手里，市场就会变小，不是威胁，是事实。3根烟，1根7、8分钟，至少站了20分钟。不是方兆年那一路的，穿西装皮鞋的人不会蹲电线杆底下，也不是灰色夹克，那个已经调走了。第3波人。厂门口电线杆底下有人蹲过，3个烟头，昨晚的。看见人了？没有，听见脚步声。前天下午，你出去送配件那天，3点多，一辆黑色吉普在街对面停了5分钟。车里什么人？一个人，中山装，戴眼镜，没下车。2拨人，方兆年是霍震霆的，目的明确。黑色吉普是另一拨，陈老说可能是查他的人。但如果是查陈老的，为什么来五金厂？除非他们已经知道我和陈老的关系。小周，这个姓方的比上次那个灰加块厉害。我知道。小周，前2天有人来厂里打听你。什么人？供销科接待的，说是什么贸易公司，想跟咱厂合作收报废设备。聊着聊着就问起你了，说你经常往厂里送配件，问你是什么来路。供销科老季怎么说的？就说你是个收废品的个体户，没多说。你配件供得好，车间离不开你，但你自己小心点。那些做贸易的不是省油的灯。霍震霆的人已经走到明面上了，不是远远跟着，不是派人上门谈判，直接到我的客户那里打听底线。陈老说的没错，他不需要跟我争，他要切断我的供应链。先把手里的配件卖掉，钱凑够了再说。明天通县。
来拉货。啊，240斤，尾款22.4块。苏联产 UCP208，座孔内壁光滑，没拉伤。这东西在车间里值15到21个。四方刀架底座 ，C620车床的，1956年，跟我那台是同一批。换就得找同型号原件。老吴，尾款22.4块照付，这堆我挑出来的带走，剩下的纯废铁你自己处理。行，反正全包价付了，挑什么是你的事儿。下次有苏联产的、东德的50、60年代零件，帮你留着。有多少收多少。1956年的，跟这台同一批，装上试试，尺寸对的话，那台 C620就活了一大半。消息：棉纺厂的设备处理通知，我从后勤科公告栏上抄的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上个月有个贸易公司找分管后勤的魏副厂长谈过一批报废电机，老魏嫌对方来路不明。那个贸易公司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听后勤科小张提了一嘴。帮我打听，名字，什么时候来的，谁接待的。还有老魏的媳妇儿是纺织修配厂赵主任的表姐。赵主任，我卖过他3个皮带头，他介绍了印刷厂的生意，他对我的配件质量认可，而他的表姐是魏副厂长的媳妇。赵主任，老魏，棉纺厂，这条路通了。颜色不对，比旁边深1号。空的。嗯？怎么了？后院底下有东西。干的，没有渗水，标准的人防工事结构，50年代备战备荒时跟厂房一起建的，6米长，4米宽，层高2.2米，铁皮柜靠墙排能放14到16个，防潮、避光、隔热，隐蔽。五金厂9月拆迁，推土机推的是地面建筑，地下推不到。周夏同志，五金厂承保人，什么事儿？9月拆迁，拆的是地上建筑。对，地上建筑拆除，场地平整，移交城建局。地下的呢？什么地下的？后院底下有个防空地下室，建厂时候修的。你们图纸上没有，因为图纸是73年画的，厂子是50几年建的。你确认存在？今天刚发现的，入口在后院西北角。如果不在拆迁范围内，暂时不动，等城建局另应安排。那地面厂房拆了，地下室使用权归谁？孙干事，我就是个收废品的。9月厂房拆了，设备没地方放，地下室不拆的话，我想继续用。我帮你问，但上面要是说不行，你得配合。行。 24平方米，恒温、干燥、隐蔽。这不是铁皮柜，这是保险箱。
周夏同志，上次你问的那个事儿，街道办跟城建局核实过了，那间地下室是50年代的人防工程，不在73年的厂房图纸上，也不在这次拆迁范围内。城建局说，地面厂房拆除后，地下空间暂时由原承租路继续使用，不过有一条，不能改变结构，不能转租。要是以后那块地要重新开发，你得配合腾退。行，谢孙干事。合法了，这块地底下的东西，暂时谁也动不了。不卖东西，请我喝酒，走吧。棉纺厂魏副厂长，什么人？你问他干什么？下月10号棉纺厂处理报废设备，我想去谈。老魏是我表姐夫，人不坏，但难打交道。20多年前种老油条，你上门，第一句问你有没有执照，第二句问能不能开发票。执照有，发票正在办。那你难了。老魏最怕出事儿，卖给没资质的代替户，出了问题他兜着。但他有一个死结。什么？他老婆，我表姐，风湿性心脏病，长期吃药，自费，1个月药费30多块，他2口子工资加起来不到100。他不是不想卖，他是怕卖错了人，出了事儿，连工作都不保住，工作没了，他老婆的药费谁出？所以关键不是价格，关键是他得觉得你靠谱。有一条，你去找老魏，别提我名字，亲戚归亲戚，公事归公事。明白，谢赵主任。找谁？魏副厂长，夏季回收废旧物资。魏副厂长说不见，帮我转告一句话，就说我知道你们那4台细砂机的主轴皮带轮型号是 B 型三角地轮，1962年户机厂配套现在已经停产了，一个字别改。3楼后勤科，进来，把门关上。你怎么知道我那批细砂机是62年户机厂的？我收废品的设备见得多，国棉1型62年户机那批主轴皮带轮用的是铸铁 B 型三角带轮6槽，比后来国棉2型多1个槽。那批轮子铸造质量好，铁芯密度高，就算报废了，拆下来当配件比现在新造的强。你收那批设备干什么？拆。分类，能用的配件挑出来卖，不能用的当废铁处理。处理资质，发票呢？正在办，月底下来。小周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来找我谈这批设备的，你不是第一个。上个月有个贸易公司，港岛背景，出价比废铁高1成，我没谈。为什么？来路不清楚，出了事儿谁兜？魏副厂长，我跟您说3件事儿。第一，我本地人，红星街的。我姐周晴在你们厂织布车。第二，这批设备我不倒手卖，我手底下有8级钳工正在修苏联车床，你们细砂机和锅炉里有些零件，修复后还能用，我是当配件用的。第三，按废铁价算，7吨4，每吨100，740块，我出800，高于废铁价8个点，现金当面交割，您签处理单，我签接收单，白纸黑字。那个贸易公司出每吨110，7吨4，814，手里764块4，差50，我出820。他们说买了设备之后能开增税发票，帮厂里做账，你能吗？做不了，但我能给您一样他们给不了的东西。什么？我拆出来的配件，棉纺厂需要什么，按成本加工。以后你们纺织机换零件，不用等省里调货。8月10号上午9点，带现金来，1分不能少。20块，20块连模都开不了。行，成交。给你送饭，妈炖的排骨。姐，手头还有多少钱？多少？22块就够。够不够？够了。明天？明天去棉纺厂，820块，1分不差。820块1毛，
多了1毛。来了，进来坐。小周，这位是环亚贸易的代表张先生，也是来谈设备的。周先生，魏副厂长，咱们上次谈好的8月10号820现金。小周，情况有变化，张先生今天早上8点就来了，出价850，现金加支票，可以开增值税发票。我身上所有口袋加起来820块1毛。魏副厂长，您上次答应我的时候，是因为钱多钱少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我答应你是因为你说了一句话。哪句？拆出来的配件，棉纺厂需要什么，按成本价供。这句话现在还算数。张先生，魏副厂长，这批设备，我之前已经跟周夏同志有了口头约定，口头约定没有法律效力，我们可以补一份正式。不用了，820块，我现在就开收据。我在棉纺厂干了23年，我不看诚意，我看人。点钱？不用点了，差不了了。该找个大地方了。先把东西搬下去。保守估价超过500万，在1987年的县城里，没有人知道这间地下室存在。试车？是。0.025 0.02，1987年的夏天快过去了，那些被当成废纸、破铜、旧邮票的东西，安安停待在地下，等市场醒过来，等价格追上价值，等这个盘子大到能撑起它们的重量。